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3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423.79，收盘价是403.8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27.93。最低价是在402.54，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20日均线值的下方，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7682.51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15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并且呢强度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2月3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小幅的上涨，上方呢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是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出现震荡下行。那么下方呢是在400关口遇到了支撑，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目前在12月31日收盘之后，下方出现了底低，上方已经有头低，那么特斯拉股价短期的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那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在站上465之前，也就是前高这个位置之前，任何的反弹呢都会出现反转向下。好，那这是对，我们再补充说明。那么一旦出现反转向下呢，目标就是跌破400关口这个位置。好，当然我们说股价只有在重新站上465之后，瓦解这个空头趋势，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来恢复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我们把图缩小会看到，站上465之后瓦解这个空头趋势，然后再能够站上488.54呢，那么再次出现头高，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才能够被继续延续。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那么我们看看有没有反弹的可能。那由于1月2日会有财报的信息出现，那么如果出现利好呢，或者说是市场认为利好呢，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波反弹的走势。也就是根据 K 线信息，在这样一根 K 线抱有大的成交量的 K 线之后，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高开高走，那么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那一旦出现反弹的走势，目前上方在435，在这个位置到450之间，这个区域将是关键的压力位。那如果这个位置能够突破，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站上465，瓦解这个空头趋势，才能够瓦解这个空头趋势。但是如果在435到450之间，在这个区域不能被突破，也就是
股价在反弹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而继续出现下行。那一旦出现继续的下行呢，目标一定是跌破400关口。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呢，那么股价接下来的目标下方就是350这个整数关口。同时350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它是这一波涨幅的也就是经过横盘，然后突破这根突破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2月4日这根 K 线最低，正好也是在350关口附近。那么这根突破的 K 线我们是把12月4日和12月5日这两根 K 线合并来看的。对，好，那这是我们对目前股价后续反弹走势的一个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我们之前的一个推断，我们曾经在12月13日给出的推断，就是股价这一波上涨呢会涨到480附近而出现回档，回档会在430附近遇支撑，然后再次上行。那么这一波涨幅呢将会到达655。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在之前的视频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推断还成立，也就是在前一期视频的时候。但是到了12月31日，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跌破了重要的这个标志位，也就是20均线值。那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推断呢，已经被瓦解。对，那么还有没有说涨幅到达655的可能呢？那么之后我们只有看股价如果能够在这样一个回档的区域，如果不跌破400关口，然后在这个地方横盘，再选择向上突破，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出现继续上行的走势。否则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下行或者进入到深度的回档。也就是截止到12月31日收盘价，我们之前给出的这个推断已经被瓦解。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推断的一个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420这个位置，也就是出现横盘向上。还有一个点位是在431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396附近。那实际呢，在12月31日收盘价是在403.84，股价是出现了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呢，虽然说是在点位上相差较多，当然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哈。那我们说只是方向相同，对，也仅仅是方向相同，点位相差较大，走势也完全不同。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那由于股价目前是出现了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1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目前下行的目标，我们依然把它设在，也就是第一个目标已经被跌破416，我们先去除，我们把这个目标下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股价在1月2日出现反弹，其实下行的目标是前低，也就是在400关口。这样我们把这个第一个目标先设在一个整数的关口这个位置。好，这是
我们把第一个目标先设定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原来的416，第一个目标已经被瓦解。那么当然，这第一个目标要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呢，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402.5附近，它将是支撑。那么这个目标和这个支撑成立的条件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大幅的高开盘。对，好，那么这个目标如果被跌破呢，也就是重要支撑被跌破呢，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27，这个位置不变。那也就是400关口是重要支撑位，被跌破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瓦解这一波涨幅，也就是要跌破327，然后第三个目标呢是309。当然，在到达327之前，我们刚刚说过，在350这个位置，它将是一个强支撑。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的上行，我们现在要调整一下第一个目标。目前第一个目标我们会把它设定在465，这是前高。那股价只有站上这个位置呢，才能够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所以它是第一个目标。在到达它之前，目前435到450之间这个区域将是强压力。当然，各条均线值包括这两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427这个位置，这都是压力位。所以我们说股价一旦出现反弹，上方的压力位还是比较密集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强势的多头力量推动这样的密集的压力位也很有可能会被突破。当然之后最关键的位置就是这个缺口的位置450关口。好，这是我们说在到达465之前的压力位。好，那第二个目标呢，我们把它设在就是前高488.5这个位置。然后上方呢，我们把图缩小。好，我们稍后我们再补充这根目标的水平线。好，那第二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当然我们还会给到第三个目标是500关口。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那我们再来看看在1月2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416。那股价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是能够收到高位的，但是呢股价在上方遇压力之后就出现了反转向下，股价一直是震荡下行，在观察位的下方，所以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1月2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因为有财报的信息，我们一直推断如果是一个利好的信息呢，股价将会出现大幅的反弹。而大幅的反弹目前前一日 K 线最低，也就是股价出现反弹的条件就是不再出现新低。所以在1月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前低402，只要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股价将会出现反弹，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是在402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回档。好，这是我们关注402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好，我们先来看 K 线信息。在2024年12月当月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那么
当然这是一根上涨的 K 线，然后呢收盘价是站上前一日 K 线的前一根 K 线的最高，但是我们会看到很遗憾，在月末的这几个交易日啊，股价是回到了，也就是前面413它的下方，也就是这根 K 线没有形成对之前前高的一个突破。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当月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那我们会看到当月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的，说明股价在上涨到高位的时候啊是有卖压的出现，也就是获利出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收盘价虽然站上了前高，但是没有站上了前一根 K 线最高，但是没有站上前高。那在含有长长的上影线，那么说明股价会有回档的意愿，对，也就是日后啊，股价如果是低开低走，那么股价将会有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会有回档的一个走势。好，那如果股价出现继续上涨呢，只有重新站上488.54，重新站上这个位置，我们认为股价才能够有，对于月 K 线图来说，才能够有继续上涨的走势。好，这是我们说的K 线的信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对于月 K 线图，我们给出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推断。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一次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读，也就是在12月当月收盘价呢会收在395附近，如果是收在高位；如果收在低位呢，会收在280附近。在月中我们关注的是300关口。那在12月当月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根本就没有出现回档，而是一直是上行，所以一直是在这个观察线上方运行。那么收盘价呢和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呢，虽然在点位上相接近，但是呢性质略有不同。我们说的396其实是在400关口下方，而实际呢是在实际的收盘价是在400关口的上方，所以还是略有一些差距的，有些差别的，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在2025年1月份收盘价，如果股价出现上涨，将会到达450这个位置，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好，我们其实刚刚在日 K 线图当中也说过，这个位置啊将是一个强压力，好，也是关键的标志位。那么如果在1月份股价收盘价收在低位，我们认为会收盘价在32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也就是出现回档的走势。那么在月中，我们要特别关注380这个位置。380啊，就是12月份当月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这个位置通常它是股价回档的强支撑，或者股价上涨的强压力，所以我们把观察位定在这个位置380。那在1月份股价如果不一直是在380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是在380下方运行呢，那么股价的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很容易跌破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350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65%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367附近。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415这个位置。那在12月31日，股价的收盘价是在403.84。那对于我们目前这65%的多头仓位，目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虽然我们还处于盈利的位置，但是呢，我们仍然把它称作叫止损出场。我们止损的是这个多头的仓位。好，那么当然，如果就是说，想要继续持有这样的一个多头的仓位呢，那么我们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守400关口，也就是说再等一个交易日，也就是股价因为股价一旦出现反弹，空头趋势一旦建立啊，股价出现反弹之后一定会有这个借着反弹的走势呢，然后会有大量的出场。所以说如果在403不出场，那么日后股价一出现反弹之后，可以再寻找机会在更高一点的点位出场。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出现下行，一旦跌破400关口呢，那我们认为这是止损的最底线了。好，当然实际上我们的纪律是在415这个位置，也就是目前这个位置应该是必须止损出场。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是450到465，也就是股价在目前这个位置，任何的反弹都会遇到空头的力量进入，最后反弹到450接近它的时候，那么将会有更强大的空头力量进入。好，那空头目前的目标是下方的350，也就是要回到这一波起涨的0点，也就是350，这是空头目前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418到427之间，也在前高附近。然后呢，第二个压力位是在429到432之间。对，好，第三个压力位是450，第四个压力位是465。那上方呢，第5个压力位是488.54。我们可以把这个目标先下移。好，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第一个支撑是400关口，然后第二个支撑是350，第三个支撑是32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由于1月2日有财报出现，所以呢，我们给出的第一个预测，也就是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那么这个反弹的预测呢，是基于有财报的出现，也就是有利好的信息出现，同时呢，根据 K 线信息，也就是这一波跌幅呢，一直是出现了量增，所以说出现这样的增量的跌幅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所以我们预测1月2日，首先股价是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大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10，上方最高会到达435，收盘价会收在428附近，在这个位置。
那出现这样大幅的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1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10，下方最低会到达378，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85附近。如果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1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